可有言儿的下落？皇妹还没有消息。老五人呢？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皇后的敏感也敢迟到。父皇，有皇妹的消息了。找到你妹妹了？还没有，但我的人送来了这个，说是京城边看县的杜家村有人在我门下当不当的。看县。夏公、夏雨，你们二人即刻出发，全力寻找公主。是。死丫头，那么慢，洗个衣服洗一天。娘，衣服实在太多了，我才洗得慢了点儿。娘骂你，你还敢顶嘴了是不是？就你顶嘴，还顶不顶？顶不顶了？来，娘子，多吃点儿。你省着点花吧。这些年你靠着那死丫头的金镯子卖了不少钱，原本以为够我们一家人花10年，没想到他7年就花完了。没事儿，他那玉佩挺值钱的，我今天拿到当铺当，换了这么多，够咱用1年的了。那1年后怎么办？喝西北风啊？爹娘，衣服洗完了，我可以吃饭了吗？长得倒是白白净净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这么爱吃，给我趴在那吃光！6年前，要不是看你穿的那么好，你以为我能把你捡回来啊？没想到这些年你家里人都没有找过来，白吃白住我6、7年，真晦气。干脆咱把它卖给牙婆子，送到青楼，挣了钱还可以补贴咱们。青楼，我不要。爹娘，我可以干很多活，还可以上山去挖药材，卖了换钱补贴家用。求你们不要卖了我！闭嘴！赶紧吃完滚回屋里去！再敢多一嘴，现在就把你踢出去卖了！就因为我不是亲生的，所以就该被打吗？咱把它卖给牙婆子，送到青楼。长得倒是白白净净，应该能卖不少钱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这里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。哎呀，香姐，你看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货多嫩啊！这个是挺嫩的，我们要了。后面那个太黑了，不能要。机会来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姐姐长得国色天香，有点黑怎么了？国色天香？就她那样也能称得上国色天香？那我们宝香楼的姑娘个个都天仙下凡了。你怎么能拿我姐姐和那些人比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没教养？居然敢拿我闺女和那些妓子做比较！教养？你们这些找我讨钱的，跟我谈教养？哼，怎么着？还想让我对你们恭恭敬敬的？哼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再说了，戏子怎么了？至少他们不会骂儿骂女的来换钱，不像有些人，哼，还不如妓子呢。你再说一遍。哎，别激动，没教养，要和气生财。让你说，让你说，你说谁没教养？好了，谁没教养？死丫头，别跑！五弟，赶紧通知守卫，同我们一同找公主。是，大哥。小公主如今也应该这般大了。别说，她的眼睛倒是跟母后一模一样。大哥，你说她会不会就是小公主啊？呀，
都怪我，刚才没拦住。快，赶紧让人追上去。啊！死丫头，被我找到，看我不打死她！哎，娘子，你看那个像不像？走过去看看。爷爷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养母要把我送到宝香楼去。孩子，快藏起来啊！哎，你干嘛？滚开！你个臭乞丐，找我闺女，关你屁事！这里只有我和我的小孙子，哪儿来的你闺女？我刚才在宝香楼看到你在卖孩子，是不是也想抢了我的孙子去卖？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人家爷孙俩相依为命，行乞为生，已经够可怜了，你居然还想卖人家孩子？你这人太坏了！闭嘴！就是，像你这种人就应该报官，把你们给抓起来，打20大板，马上就老实了。抱歉各位啊，我娘子就是丢了孩子，一时心急，认错了，绝对不是人贩子。走走走。死丫头跑哪去了？娘，那就是我的旧鞋，她就是夏言。嘘，现在人太多了，待会儿再来找他。多谢爷爷救命之恩。哎呀，小事一桩，快起来。好，谢谢爷爷。今日望生帮处的对联出来了啊！谁能对出对联，照常奉上3个猪肉大包子。爷爷，你请我吃馒头，我请你吃包子，你在这等着我啊！各位要好好想想对一对啊！咱3个猪肉大包子可是值20文呢。大哥，那边好热闹，咱过去看看。好，好。花什么里？啥花香？花园里，桃花香，荷花香，桂花香，花香花香，花花香。各位要好好想想看一看啊！我想到了，我来对。小子，你小小年纪，你对得出来？大街上，人屎臭，猪屎臭，狗屎臭，屎臭屎臭屎屎臭。这不能算。为何不算？他说的确实不雅，但实实在在对上了你的对子。是呀，这不是对上了吗？好吧，你拿吧。谢谢，爷爷，包子给您配酒。30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热包子吃。谢谢你，爷爷，就此别过，多谢救命之恩。她是刚才桥上那个小女孩。大哥，她和母后好像啊。皇帝，她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的皇妹，追上去。走。小贱人，你跑啊！快，吩咐下去，尽快找到公主。好。放开我！死丫头，躲在臭乞丐身后，装的还挺像。要不是小乐看着你这破鞋，我差点被你骗过去。竟然是双舍不得脱下的破鞋害了我。香姐，这丫头就交给你了。行，你们拿了钱就赶紧走，这小丫头我来调教就行。放开我孙女！爷爷，我在这里。哪来的臭乞丐，给我打出去！
你们放了我孙女，我就走。我朝律法，私自拐卖、贩卖儿童，是要被判流放的。放你娘的臭狗屁！这丫头就是我闺女，你这臭乞丐，今天跟她合起来耍我们，我看你就该被打死。本来看你是把老骨头，想放你一马，没想到你这个老东西那么不识趣。爷爷，放我爷爷！爷爷，臭乞丐，赶紧滚！别死在这儿耽误我做生意。老板娘，她真的是我孙女，如今是盛世，又不是要饿死人了，谁会卖自己的孩子？她当真是你们的孩子？她的户籍呢？让我瞧瞧。户籍我们忘了带了，但她真是我闺女。不信你看她右手胳膊上有块黑痣。行，这孩子我们收了，你们回去吧。不行，你们放开他，放开他！爷爷，死丫头！你们要打就打我好了，打死我你也得偿命！偿命？你是我买下来的，今天我就算打死你，官府也找不到我头上。小丫头片子，仗义是仗义，就是没什么脑子。罐子拿来。我看你呀，今天就是不长记性，我来亲自教训教训你。住手！谁敢欺负我妹妹？哎呦，两位官人见笑了。奴家刚刚正在整治要逃跑的小丫头片子。官人，您喜欢什么样的？我把我们这儿的姑娘全叫出来，给您好好挑一挑。不必了，我是来找人的。小妹妹，你可认识这个玉佩？这不是小乐的玉佩吗？前段时间家里有困难给当了，怎么在你那呀？小乐是谁？就是他。捡到他的时候，这块玉佩就在他身上。不可能，这绝对是我的玉佩，杜小乐才是你们亲生的，我是你们捡来的。胡说什么？连自己亲爹妈都不认了。可是我刚刚明明看见你们想卖了她。如若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又怎么舍得卖她？你们可知欺骗我们有何下场？实不相瞒，这俩丫头都是我们捡来的。这丫头以前叫夏言，平日里就很乖巧；那丫头叫小乐，坏得很，非说夏言的名字好听，硬给抢了去。夏言，那不就是我们妹妹吗？哎呀，我就知道小乐是富贵人家的孩子，尽管家里穷，从来没亏待过她。赶紧跟他们回去。不，我才是夏言，我才是你们的妹妹。大哥，这相似之人本来就有许多，老四就不像父皇，也不像他母妃。你们可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们胆敢说谎，就是欺君之罪，是要杀头的。你们是皇子？不错，本宫乃是五皇子，他乃是大皇子。本宫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他俩到底谁是我们的妹妹？是。草民知道谁才是你们的妹妹。起来说话。是他。
因为妍儿是草民的亲孙女。大哥，我也觉得这个小姑娘才是我们的妹妹。毕竟他们的父母可不敢欺骗我们。是她是你们妹妹。此事有疑点，但目前并未有证据证明他们的身份。父皇如今思你心切，即便是假的，也先带回去，不如滴血认亲。既然如此，小乐，你愿意跟哥哥们回宫见父皇吗？哎，快起来！你这小膝盖哪经得起这么鬼啊？愿意愿意，只是爹娘也待我很好，能不能带他们也？外男不得入宫，本宫可以将你的养母带回宫里陪你一段时间。至于你的养父，我帮他安置在公主府。若你想他，我便将他带进宫里，让你瞧一眼。谢殿下。好了，尽快回宫吧，父皇还等着呢。这钱够赎他10几次了，让他跟他爷爷回去吧。如若日后本宫再发现你有贩卖人口的恶行，后果自负。小人再也不敢了。爷爷，为什么要骗哥哥们？孩子，皇宫复杂，你就算回去，也要遭遇不少事儿，不如先放下吧。爷爷，可是我真的好想见到我的爹爹，他一定会真心疼我的，对不对？放心吧，你很快就会见到你的爹爹，啊，很快。哎，大哥，刚才那个小女孩追出来了，我们不下去看看吗？想进皇宫之人如此之多，有那么多假扮之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也是，这些年假扮之人都被打死，以儆效尤，这才让人不敢再假扮。还好小乐是真的哦。如玉，你能否告诉朕，咱们的妍儿到底在哪儿啊？朕也想她。父皇大喜！父皇，皇妹已经找到了。起来。你是妍儿吧？我，民妇参见皇上，公主把自己的名字让给了妹妹，如今名唤小乐。启禀父皇，此妇为皇妹在宫外的养母，皇妹依赖于她，儿臣便将她一起带回皇宫，陪伴皇妹。做得好。平身吧。我是你父皇，以后你就住在宫里，父皇陪你好不好？公主。好，父皇陪小乐，小乐开心。今日不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明早一早起来去给你母后上香。来人，让小乐他们去休息。
是。父皇，你有心事？还是你懂朕啊？明日找宫里的嬷嬷看看，公主身上的胎记是否能对上。是。父皇，什么胎记？那七星痣的胎记在足部，找宫里的嬷嬷看最为妥帖。孔嬷嬷，听说皇上让你去照看那个小贱种，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娘娘放心，老奴一定会好好照顾那小公主，定不会让娘娘失望的。这么多宝贝，全是纯金的，发财了！哦，这个好看，都是我们的了。娘，你看这个。带上。小乐啊，你可千万要小心，别被他们抓不住把柄，知道吗？娘，我记住了。你戴上这个。大胆狗奴才！公主还在休息，你们竟敢擅闯公主内室！哼，看什么看？这些都是陛下赏赐的。贵人恕罪，老奴是奉命来鉴定公主身份，请公主露出足底，让老奴确认胎记。胎记？公主是殿下亲自带回来的，你们敢怀疑公主的身份？老奴是奉旨行事，公主莫要为难了。哎，你们敢动公主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公主，放开我！得罪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要！哼，老钱婆干了这么对公主，待会儿我们就去跟圣上告状，狠狠的打你板子，打死最好。公主殿下恕罪，老奴也是奉旨行事。晚了，你们所有人怠慢公主，一个都跑不掉。公主饶命啊！皇上驾到！一大早吵吵闹闹的，什么事啊？陛下，老奴遵从旨意来查看公主足底胎记，没想到公主养母不让，还打骂奴婢们。老奴看他们反应激烈，以为又是冒充公主之人，这才强行抓获公主足底一探究竟。你胡说八道，分明是你蛮横在先。老奴不敢弃军，圣上可以问他们。父皇，这孔嬷嬷是宫里的老人了，一向守礼。只是这皇妹的养母出自村野，兴许是野蛮惯了。孔嬷嬷，公主身上的胎记验证的如何？公主足底确实有七星红痣。杜鹃，你是小乐的养母，她很依赖你，但不代表你在宫里就可以出手伤人。以后孔嬷嬷就留在这里，教你们规矩。啊，小乐，稍晚些，父皇来用膳，你今日再歇歇。公主，请吧。站住！我不学了，我不学了，我不学了！狗奴才，敢对公主动手，我要告诉圣上，让他砍了你脑袋！这可是圣上亲自下的口谕，更何况
历代公主都是从小要接受礼仪培训，你细欲阻止，莫非你是想让公主被人贻笑大方不成？小乐，你忍一忍，等学好规矩，你就是尊贵万分的公主了。夏言想学，还没机会，不知道在哪受苦呢。对了，我听说有个不到7岁的孩童接了皇榜。是的，父皇，此次皇榜关系到看县县令一职。既贴了皇榜，那便给他个县令就是了。父皇，从古至今，从无儿童当官之礼啊。一孩童既能接皇榜，又能解开9连环，定有过人之处。朕的天下才子尽出，给个县令又何妨？是，父皇。小丫头，这个9连环很多学士都解不开，你说你要试试？我能解开。毛都没长齐，小孩儿还想解9连环？爷爷，他们在笑什么？无慧之人的话不必听进耳里啊！你这个死老头，还说我污言秽语？你跟你家老婆子生儿子的时候怎么不说淫秽呢？我们走，明日再来。爷爷，咱们今天就试试吧。我想早点见到爹爹。还不放弃？要不咱们打个赌，如何？有意思。赌什么？若1炷香之内，我比你更快解开9连环，你就跪下跟我爷爷磕头认个错，如何？马兄可是9岁就考上了秀才，那可是宰相的根苗。宰相根苗，如今也到了不惑之年了吧？少废话！若你输了，便跟我回家，敢不敢？好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哼！妍儿，这快解呀！爷爷不用担心，就算他能解完，我也一定比他快。好，我就知道我兄弟可以。老头儿，等着把你乖孙女送人吧。哈哈，我解开了！哈哈哈哈！马公子1炷香之内便解开了。小姑娘，你是要试试，还是直接认输？都还没结束，为什么就劝我认输？哼，我都要这么久，你以为你能成功？这样吧，我看你是个弱女子，便让你一程，你也不用整得比我快了。只要你能在这炷香之内解开，我就算你赢，怎么样？不用。呀，他要干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你敢毁坏皇上御赐9连环！你们睁大眼睛看看，皇上说了，只要最简单的方法。我这难道不是吗？没错，9连环个个相断，确实是最快和最简单的方法。这确实是最简单、最快。怎么样，大叔，给我爷爷跪下磕头认错吧。我朝律法，凡秀才及以上学子当众承诺又毁约的，取消称号，并无法继续参加选举。秀才好歹是受封的，你们居然叫秀才给你们跪下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你且先跪，若是将来想报官，我也自然配合。我记得
赌约还有道歉吧？你，老先生，我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大人，皇榜上说，只要解开9连环，就能去看县做县令。方才我以最快的速度解开了9连环，是不是？此事还需请示大皇子。你先随我去休息，等宫里回复。哥哥，爹爹，我一定会回到你们身边的。大殿下，他就是砸9连环的那个小孩。是你？你可知损害皇家信物，该担当何罪啊？皇榜只说最简单的方法，并没说哪些方法用不得。大皇子莫非要推翻皇榜说的？哈哈哈哈哈！你个小丫头，敢这么跟本皇子说话，胆子可不小啊！本皇子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去能够审理得当，为民心所向，且让当地的知府对你心服口服，本皇子便让你做第1个7岁县令。真的吗？若我审理结果为民心所向，我便是县令啦。当然是真的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威武呀！小孩当县令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听说接了皇榜，是个聪明的。我倒要看看这女娃县令能做个什么。说，大人，是他偷了我的钱，这钱分明是我辛辛苦苦卖猪肉挣的。大人，是他诬陷我，这分明是我卖菜赚的铜钱呢。就是你拿的，是不是你拿的？你说是你拿的吧？你别演了行吗？来人，将那吊钱呈上来。看，他还舔了一口呢，这孩子不会饿了想吃奶了吧？政务在此，本官已经知道，这吊钱就是卖猪肉的朱大强的。大人，我不服，凭什么这对田是他的？该不会是信口雌黄吧？陈大人，我不像你这小样的骗子，请大人给小人做主。不错，区区一个黄毛丫头，乳臭未干，断案这种事情并不适合你，你还是从这公案之上下来，回去玩泥巴去吧。我这么判，自然是有道理的。年纪不大，口气不小，我倒要听听你这判案的理由是什么。如果你只是信口雌黄，本官定不饶你。判案讲究证据，而不是靠言语吓唬小孩。不就是给你一个理由吗？等着，本官以事实为基准，保证判的你们原告、被告都心服口服，判的你自行惭愧。他们两人贪位相邻，如今又各执一词，更没有人证，你该如何让众人心服口服啊？我可以审问铜钱，让铜钱自己讲话。审问铜钱，这铜钱又没长嘴，怎么说话呀？让他玩，我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接皇榜的小姑娘？是的，父皇。挺有意思的。铜钱乖哦，铜钱乖哦，告诉我谁是你的主人。你要是不说话，我就要打你了。你招了是吧？招了我就不打你了。玩够了吧？玩够了就下去，别耽误本官判案。别啊！铜钱告诉我说，只要端一盆热水来，他就立马开口说话。来人，
上一盆热水，本官要看看这铜钱是如何开口说话。看，他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？他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？胡说八道！本官今年48，眼不聋耳不花，我怎么没有听到这铜钱开口说话？我看你就是老眼昏花，铜钱明明都告诉你了，它的主人就是肉贩子朱大强。胡说八道！你看这小姑娘果然聪慧。父皇，儿臣不明白。你呀，还不如这小姑娘聪明呢。我看你就是在胡搅蛮缠。来人，把她给我拉下去。唉，你怎么就是不聪明呢？铜钱入水，立马出现了一身油乎乎的汗，这分明是朱大强切完肉后摸铜钱导致的。王铁山，你服不服啊？大人，我服，小的服了。原来如此，父皇，这钱上有猪油，在水里猪油进出，这是谁的钱，便一目了然。陈大人，我这个县令当的，你是不是心服口服啊？不过是有一些小聪明罢了。这样，最近有一桩孩童杀人案，如果你能审理得当，我便彻底服你。怎样？有何不可？陈铁牛、陈狗蛋还有陈大山，死者母亲指控你们3个虐杀同窗陈亮，还将其掩埋在大树下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在父子面前告状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怕啦？不如现在就杀死他，反正我们小孩杀人也不犯法。娘！罪无可恕，公堂之上，可愿认罪？行，认罪认罪，就是我们杀的，反正我们未满15岁，根本不需要坐牢，更不会杀头。真是泯灭天良！当初你们虐杀陈亮时，就是因为知道尚未成年者杀人无罪，所以才肆无忌惮。真是让朕刮目相看呢。是啊，父皇，他才6岁半，竟有如此思维，而且不受他人左右，确实难得。6岁半？是啊，父皇。他看着和皇后倒有几分相似。依据大夏律法，未成年者杀人确实难以判刑，但是被你们虐杀的也是孩童，成年人杀成年人是死罪。那孩童杀孩童也是死罪，如此才可。你个小娃娃，你毛都没长全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赶紧给我下来！现在衙门档案都已经如此毫无章法了吗？你儿子不也毛都没长全，都会开始虐杀同窗了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那只是他们孩童之间的玩弄，谁知道那个陈亮那么不禁动怒，怎么就死了呢？无耻！哎，相公大人了，大家快来看呀！我们可是本分人家，怎么就摊上如此的事儿了呀？我不过就是生气丢个东西，小孩子发个小脾气，谁知道陈铁牛这么不经碰，就这样受伤了。你个没教养的东西！陈亮爹娘可在？亮子的父母跟着船队已经半年没回来，我们是他的爷爷奶奶。大人，你可千万要为我们亮子做主啊！从陈亮离世到现在，那3人的家人可有上门送礼致歉过？没有，这群天杀的小畜生，没抓来之前还天天跑到我们家门口喊，我们家要绝后了，我们上他们家要公道，
他们还打伤了我们的腿和脚。这几个畜生！他们说我儿子儿媳半年没回来，肯定是死在外边了。大人，胡说八道！我今天撕烂你的嘴！嘿，你个老东西啊！你说谎话也不会少了舌头。本官宣判，你们3人因故意杀害同窗，拖出去斩首示众。本官宣判，你们3人因故意杀害同窗，拖出去斩首示众。好，他们好，别碰我孩子，别碰我孩子！简直是胡闹！按照大夏律法，他们3人只需闭门思过，再由父母陪同，跟死者家属道歉赔礼即可。这大夏的律法，岂是你这小儿能读明白的？陈大人可有孩子？若你的孩子被人杀死之后，对方安然无恙，还上门挑衅炫耀，恐怕你早就赐他们一丈红了吧？老夫跟你谈律法，你却跟老夫谈人情。若人人都以情感判案，那要这律法何用？若不遵从律法，那这世道岂不是乱了？留下这样的恶人，世道才会乱。律法重要，是因为他要守护天下百姓，更何况是杀人偿命，天经地义。把这3人拖出去砍了！住手！真是胡来！你只是接了皇榜，并未有受封公文，更没有官印。说到底，你只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，哪能听你判案？今日之事，本官自会禀明大理寺少卿，而你乱接皇榜，而又完不成任务，按律当重打20大板。来人，拖他下去行刑！放开我！住手！哪来的刁民？你敢！圣上亲临，尔等还不速速跪下！恭迎皇上，皇上万福。小姑娘，快起来！小姑娘，你刚才说的话，朕都已经听到了。这个案子，你断得很好。都起来吧。陈知县，你方才说这小姑娘没有受封文册和官印，所以做不了主。按道理说，没有册宝盒便不算朝廷命官。再者，他对堂下3个小孩判处过于严苛和儿戏啊。那你说，这个案子该怎么断？下官以为堂下3位小孩年幼，按照律法只需道歉即可。道歉？知府大人认为的道歉不过是说一句对不起，可真正的道歉是让他们也经受一遍死者受过的苦难，这才算道歉。小公，把县令册宝拿来。是，父皇。小姑娘，朕现在就册封你为看县县令，赐你册宝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夏言。我叫夏言。你叫什么？夏言。你今年6岁半。生辰是什么？父皇，此处人多眼杂。朕现在就把册宝给你，你已经是看县县令了，可以发配他们3个杀人凶手。本官判处堂下3人
承受一遍他们对陈亮做的事，以牙还牙，拖下去。别！不要！我刚才听到那个小孩叫你舅爷爷是吧？小公，是陈知府包庇亲戚，知法犯法，带去大理寺领罚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小姑娘，现在没有外人，我是你姐姐小乐的亲爹爹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？夏言，你还不死心是吧？抢了小乐的名字，还假他的身份，太过分了。我没有抢杜小乐的名字，是你们偷了我的名字，还抢了我的玉佩拿去当铺档。闭嘴！住手！小姑娘，继续说。陛下饶命啊！小民见那丫头鬼迷了心窍，怕她欺君，想救她呀。毕竟小民跟她快7年的父女情分，小民不想让她误入歧途。你说这2个孩子都是你的养女，那你说一下当时的情况。几年前，小民的婆娘在护城边护城河洗衣服，飘了一个木盆，木盆里有一个小女婴。俺的婆娘见她可怜，便抱回家去养了。她的小衣服上还绣着名字，就叫夏言。言儿的小衣裳确实都有皇后亲手绣的名字。哦，同年，小民又捡了一个路边的小女婴，便是她。她的衣服上没有名字，小民便让她随小民姓，取名小乐。但前2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非要和姐姐换名字，说姐姐的名字好听。小乐一向乖巧，也让着妹妹，从此2人便调换了名字。你胡说，那个玉佩是我的，衣服也是我的。皇上明察，小民不敢欺君呐。父皇，虽然她长得像极了母后，但是小乐身上有胎记，他2人的养父又如此的说，恐怕此事还得细细斟酌。你可有什么办法证明自己？玉佩和衣服都被拿走了，该怎么办？我是不是永远回不到父亲和哥哥的身边了？草民有办法。草民有办法。是你？你不是说你是小女孩的亲生爷爷？如今怎么又说能证明她是公主了？严皇后的那块玉佩，是严大元帅在骆家寺的高僧所赠，后来作为嫁妆进入宫中，里面还滴了帝后的指尖血。你怎么知道？若想知道谁是真正的公主，需将2人的指尖血滴入这玉佩之中，若出现凤凰图腾，便是真正的公主。这件事皇后只提起过1次，眼前之人不一般。这不可能有这种玉佩，不可能！滚！你是不是怕了？没有。言儿，你真的是我的言儿，真的是我的言儿，我终于把你找着了，言儿。想跑没那么容易，你可知你已经犯了欺君之罪？陛下饶命！小民和家里的婆娘没生孩子，却在同一时间捡到2个姑娘，一时没看清，认错也是有可能的，并非故意欺君啊！该死！在宫中
与杜小乐相处半个月，总感觉不对劲，原来是被你们骗了。你刚才是想打妍儿是吧？哪只手想打妍儿？给我砍了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小人知错了，小人自己打回来！别看小人手，别看小人手，别看小人手，我自己打回来！你别看小人手，别看小人手！爹爹，妍儿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，尽管跟爹爹说。杜家人虽然待我不好，但也是将我养到这么大。砍手砍脚就算了，冒名顶替我进宫的杜小乐，这段时间恐怕也受了不少罪吧。你在宫外是怎么知道的？是诸葛爷爷告诉我的。杜小乐这半个月确实受了不少罪。站住！你干嘛？我乃公主养母，你敢无顺着我？这东西我要了！你放手！这可是蜀地织造司给杨妃娘娘的寿辰之礼，你竟敢争抢！若是弄坏了，小心杨妃娘娘扒了你的皮！我呸！拿来！一个小小的杨妃而已，拿来！圣上这几日对公主的喜爱，你们没听闻吗？别说几匹破布，就算是有杨妃的命，圣上也不会犹豫。放手！哎呀！哎，你个不长眼的老东西，敢踹我！孔嬷嬷，掌嘴！哎呀！我是公主母亲，你敢打我？你们怎么可以打我养母？打她又如何？公主的母亲是先皇后，就凭她一个山野村妇，也敢自称是公主的母亲，真是找死！你可知这后宫之中，皇后在时，杨妃娘娘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皇后薨逝，杨妃娘娘乃是当之无愧的后宫第一人。就凭她，区区一个养母，就算今天被打死，皇上也不会怪罪咱们杨妃娘娘。继续打！敢打我，跟你拼了！皇上驾到！父皇，皇上万福金安。怎么回事？小乐，你怎么哭了？谁这么大胆子，敢招惹公主落泪？父皇，是杨妃娘娘看小乐不顺眼，故意殴打小乐养母。父皇，你要为小乐做主啊！杨妃，如今你越是跋扈了，连朕的掌上明珠都不放在眼里吗？皇上息怒，和宫上下谁不知道您将公主当成眼珠子似的疼，臣妾无事，惹她干嘛呀？何况平日就算是一个小宫女，臣妾也未曾刁难啊！实在是公主的养母，方才侮辱先皇后，臣妾看不下去，这才教训了她。侮辱先皇后？刚才她先是将蜀地送给臣妾的生辰礼撕毁了，臣妾也就忍了。后来她又自称是公主的母亲，公主的母亲乃是为了天下百姓战死的女将军，就凭她一个山野村妇，也敢如此自称吗？臣妾看不下去，这才呲了掌嘴。杨妃，你说的话可是真的？圣上，民妇冤枉啊！小乐替阿娘作证，她只是说自己是养母罢了，是杨妃娘娘记恨污蔑。臣妾愿为杨妃娘娘作证。公主已回来有些时日，想必已经习惯了宫中生活。明日你收拾收拾便出宫吧。皇上英明，这妇人在这里，只怕是教坏了公主，不如早些送出宫去。父皇，好了，此事就不要在意了。小乐，带你养母去上点药。
既然皇上为臣妾做了主，那臣妾也先告退了。先皇后逝世多年，却一直占据着皇上的心。本宫不明白，到底是输在了哪里？娘娘，先皇后已去世，现在陪在圣上身边的也只有您呐。可本宫不服。本宫自认才貌双全，却比不过一个死人。就连他生下的小贱种，也回来占据皇上的心。娘娘，后宫现在您最大，难道您还怕一个黄毛丫头不成？说得对，那就让我看一看，这小贱种能在我手里过几招。听闻杨妃娘娘性子泼辣，养母和杜小乐那一套，看来在她那儿确实是行不通的。诸葛爷爷好厉害，什么都知道。妍儿，既然爹爹已经把你找到，那今日便跟爹爹一起回宫吧。不过，诸葛爷爷，公主暂且回宫，草民就在此地等候。好呀，太好了，我能和亲生的爹爹一块儿住了，还可以看看娘亲长什么样子。虽然她去了天上，但爹爹一定有很多娘亲的画像吧？自然有啊。走吧，咱们一起回家。好。把杜春生跟那女人一起抓起来，还多留意诸葛的一举一动。是，父皇。你为何不跟公主回宫？反正很快就会回来，何必一块儿进去呢？哼！妍儿，今日这案子你处理得很好，要不是你是女孩啊，朕都想把皇位传位于你了。父皇，妹妹像极了母后，如若她真的有治国的才干，父皇又何必局限于男女？宫儿说得对，是父皇。皇上不好了，皇上不好了！启禀皇上，祥喜宫派人来报，急什么？有话快说。公主多患急诊，又痛又泻之后昏迷不醒。朕还没找他冒充公主之事算账呢，竟先出问题了。这皇宫果然是会吃人的，看来我以后要小心一些。爹爹，要不还是去看看吧。好吧，既然爹爹的宝贝女儿发话了，自然是要去的。走吧，去看看。参见陛下，公主这不是生病，她这是中毒了。中毒？平时她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，连饮食都有专人看着，怎么可能中毒？此毒为野狼深山五副草所致，一次并不能致于死亡。寻常人看来只是肠胃脆弱罢了，吃超过10次，毒就会深入骨髓，腹泻虚脱致死啊！是谁这么大胆子？妍儿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是谁这么大胆子？妍儿，这件事情你怎么看？一个是因为恩怨，另一个是因为争夺，亦或者杀人灭口。继续说。如果是杀人灭口，一定是立竿见影的毒药，否则杜小乐醒来依然会说，如果是因为争夺，她只是一个小公主，也没什么人需要跟她争夺权力。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原因了，恩怨。父皇，在宫中与小乐有恩怨的，恐怕就只有杨妃。杨妃？
就因为那么点小事，敢在宫中毒杀公主？爹爹，能不能让人把杜小乐的吃食都拿过来？传。父皇，这便是小乐的午膳，他吃完之后上吐下泻，便没人敢动，至今还保留着原样。陛下，这些菜全都验过，均无毒，所以臣还在查找毒源。陈太医，你快来瞧瞧，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这正是五福草所研制的粉末啊！这毒没下在饭菜里，而是下到了餐具上，这样的残羹就查不出毒，就觉得杜小乐只是单纯肠胃有损。陈太医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下毒者如此心思缜密。福德海，宣杨妃过来。前慢。父皇，杨妃根基深厚，没有十足的证据，恐怕……你说的对啊，但是朕只要想到他毒害公主，朕就生气。幸好杜小乐冒名顶替，否则今日便是朕的言儿倒在这里了。爹爹别着急，今日之事不必神伤。杨妃娘娘投毒失败，必有后招，咱们只需守株待兔即可。言儿小小年纪能有此思考，爹爹心中甚是欢喜啊。看来我宅在府邸每日休闲的日子快来了。只要父皇立了言儿为皇储，我就可以不用每天管那么多破事儿了。哼！乖女儿，今晚就住在坤宁宫偏殿，爹爹给你讲故事啊。还有哥哥，别管他。父皇，您累了一天了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爹爹，您快去休息吧。快休息吧，父皇。你，走。孔嬷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里是公主的祥喜宫。本宫倒要问问你，这大半夜的偷偷潜入小厨房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奴半夜饿了，知道这儿有小厨房，进来看看有什么吃的。哼！你背后藏了什么？我看看。哪里来的小宫女？殿下在此，怎敢搭话？当心殿下拔了你的舌头！你要不把你身后藏的东西给我拿出来，本宫便拔了你的舌头。哼！孔嬷嬷，这是什么呀？莫非你偷偷潜入这里，是想毒害公主？这是老奴自制的调味品。哦，看着也不像啊，是吧，大皇子殿下？是，本宫也觉得不像是调味料。孔嬷嬷，你若自证清白，便亲口尝一尝，如何？夏言，你如今在做县令，要熟知本朝的律例。我们大夏律法，毒害公主者该怎么处罚？好像是割肉放血来着。哦，就是犯罪者硬生生地看着自己的血流干，肉消失，然后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被折磨到最后一刻。哎呀，既然这位嬷嬷都吃了，看来真的是调味品了。大皇子殿下，咱可不能冤枉好人嘞。别急，再等等，万一这是慢性毒药，毒性还没有发作呢。
孔嬷嬷，你这是毒性发作了吗？不是，是奴脾胃虚寒。你这个老贱婢，还不快给我如实招来！如若你招出幕后的指使者是谁，本宫便免去你的处罚。是奴私底要毒害公主，因为公主与奴第一次见面，便产生了不愉快，奴怕公主报复，便先下手为强。孔嬷嬷，你大皇子殿下，既然孔嬷嬷都这么说了，就先押去大牢吧。或许我有办法。把这个贱婢给我押下去。哥哥，我得先出宫去。为什么呀？若我今日没抓到真凶，便先出宫避一避。孔嬷嬷被抓，肯定会有人盯上我的。好，明日哥哥便派人送你出宫。诸葛爷爷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您怎么好像早就知道我会回来呢？嘘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什么天机无机的？我都想吃叫花鸡了。你这丫头，宫里还能缺了你的吃的不成？竟还是如此贪吃。我看呀，以后要是谁想对付你，便抓住你的软肋，在吃食上做手脚，准能得逞。软肋？杨妃娘娘的软肋是什么呢？杨妃除了是你父亲的妃子，还和谁有关系？杨妃除了是你父亲的妃子，还和谁有关系？是五哥哥的娘亲。娘亲的软肋一般都是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杨妃娘娘的软肋就是五哥哥。记得回来吃叫花鸡。知道啦。爷爷，都安排好了，和我说说呗，都是怎么安排的？我去买了一点泻药，然后让五哥哥陪杜小乐吃饭。大口吃。好吃吗？慢点吃，怎么跟1年没吃过肉似的？谢谢五哥给我带好吃的。自从入宫以后，再也没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了。虽然宫里的食物都很精美，可是为了我们的健康，味道都太差了些。哥哥先走了啊，你慢慢吃。哎呀，真是金枝玉叶，吃点不干不净的东西，肚子就疼了。你不吃，我吃。嘿，哎呦，我肚子怎么也这么疼啊？玉儿，玉儿，你怎么样了？太医说就是脾胃虚寒，母妃不用担心。听闻你是在详喜宫用膳时突发的呕吐腹痛。是啊。好端端的，你不在自己宫里待着，跑去详喜宫干什么？母妃，你怎么了？不就是陪妹妹吃个饭吗？玉儿乖，刚才是母妃不对，来，把这个吃了，你的病就会好。母妃，这是什么药？太医给我开过药了。闭嘴！你现在是中毒了，这个是解药，你把它吃了就会好。母妃，您怎会知道？难道您给皇妹下药啊？谁？是朕。皇上。父皇。杨妃，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
杨妃，不打算解释一下吗？臣妾略通其黄，看雨儿脸色，判断雨儿中了毒。无需把脉，只需看看脸色，便能断出病因。怕是扁鹊转世也没有杨妃这等本事吧？哦，杨妃恰好还带着雨儿所中之毒的解药，哼，真是太巧了。不是，臣妾这药是能解百毒之药。是吗？那你有没有发现，雨儿不是中毒，只是吃了普通的巴豆呢？父皇，您这是怀疑母妃给皇妹下药，诱儿臣作曲？我的傻儿子，这还用问吗？皇上，是不是我们母子二人加起来都比不过先皇后？杨妃，不要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你心里除了颜如玉，我们其他人算什么东西？现在连他生的小贱种，我们也比不上。你怀疑我，问也不问，甚至为了诈我，利用雨儿的身体。这次是巴豆，下一次呢？是鹤顶红吗？朕的孩子朕也心疼，怎么可能会害他？皇上怎么会心疼臣妾的孩子？皇上的心都在长子身上啊！不，现在还有那个丫头片子。朕若不心疼雨儿，早就把你拉出去砍了。你进宫陪伴朕多年，朕也疼了你多年，也任凭你宠着雨儿，可没想到，竟然让你越加的放肆。这话说出来，皇上信吗？你宠爱的是我杨若昭，还是忌惮我杨家的势力？既然你看得这般清楚，你怎么还干出这种糊涂事？难不成你是仗着你母家的势力赌朕拿你没办法，还是你母家也参与了此事？要杀便杀吧，我也想看一看，我死了会不会在你心里留一点印记。杨若昭，孔嬷嬷为了她一双儿女，已经什么都招了。朕念在你我多年的情分上，只想听你亲口说说，但你的态度呢？不但没有一丝悔改之意，还口口声声把所有的过错推到旁人身上。皇上真是好手段啊！既然你什么都知道，又何苦来问我呢？哼，说到底，若不是您非要让那个什么山野丫头来继承大统，臣妾又何苦如此啊？什么？父皇，您要让皇妹继承大统？事到如今，朕也无话可说。朕念在你是雨儿生母份上，不会废除你。夏郎，你还是爱我的，对吗？从今往后，你就禁足在宫殿内，此生与我不复相见。父皇，父皇当真如此狠心？是你母妃想要害公主。虽然杜小乐不是真公主，但她意图不轨。朕没有杀她，已经算是从轻发落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今日朕有要事宣布，想必各位大臣也有所耳闻。朕失踪多年的女儿现已找到，燕儿聪明伶俐，
特赐名永安公主。儿臣参见父皇。皇上，臣有一事不明啊。但说无妨。公主不是前几日已被找回了吗？怎么这又……朕接下来正要说此事。妍儿流落到杜家，可杜家一家苛待妍儿，甚至把自己的女儿送进来，顶替了妍儿。带进来。皇上，糜夫错了，糜夫真的知错了，留我们一命吧！父皇，我才是真的，他是假的。冥顽不灵！现如今都已真相大白，从今往后，杜家后人，男子不得为官，女子为奴为婢。此外，杜家一家流放塞外。皇上圣明。带下去。妍儿，我们可养了你6年啊！父皇，请将他们3人交予儿臣处置吧。准。你帮我把那6个碗拿来。是。我给你们一个机会，这3个碗，你们要金碗还是要破碗？我要金的。妍儿，我就说我没白养你吧，我们要金的，破碗有什么用？这可是你们自己选的。来人，在，将他们带走，以后只可乞讨。乞讨？这也太狠了吧！哎呀，这金碗够我们用好久了，留着命就不错了。也对哦。这丫头当真果决呀！今日宴请各位爱卿，不必拘束，该吃吃，该喝喝啊！皇上，漠北王子求见。不是还要3日才进京吗？父皇，对方恐怕来意不善。总算来了。这漠北王子怎么突然到访？不是说还有几日才到京中吗？哼，看这架势，分明是来找茬的。这人什么来头？好大的阵仗！臣阿不弃人参见皇上。漠北王子舟车劳顿，一路辛苦了。来人，带漠北王子去休息。且慢，本王听闻贵国人才济济，所以带来一位学子，想与各位比试一番，还望陛下成全。现在看，果然是来找茬的。就这么应下，该不会中了他们的圈套吧？皇上不会是怕了吧？笑话！漠北王子，本朝泱泱大国，学士才子多如牛毛，区区比试何足挂齿，自然不惧，请。这比试得有彩头啊，不如咱们输的一方割让一座城池，如何？皇上万万不可呀！朕自信必赢。好，小王就喜欢皇上的气度。哼。我擅长对对子，现有一上联，还请贵国赐教下联。烟锁池塘柳。你们漠北之人实在是太奸诈了，明知道此对联是千古绝对，竟敢在此时拿出来为难我国，好大的胆子！诸爱卿，何人能对？朕重重有赏。你下朝人才辈出，不会连区区一个对子的下联都回答不出来吧？夏公，你可有解？
父皇，儿臣有一下联。炮阵海城楼。好，不愧是大皇子，这么难的对联都能对出来，对的真是恰到好处。臣让了。且慢，小王可还没有输。虽然这下联对仗工整，但意境不同。若想赢，还需对出意境相同的下联。夏公，你可有另外的下联？这下联对出已实属不易，还谈什么意境相符？哼，你大象该不会没人对得出来吧？谁说我大夏无人？你大夏的人才呢？本王倒是想见见。我大夏人才辈出，只是不想欺负你。这等对子，我一个小孩就能解出来。还口小儿，也敢大放厥词！王子，别与这种乳臭未干的小屁孩一般见识。他这个年纪，只怕是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更何况对出千古绝对呢？你也罢，就让你们再闹腾一会儿。皇上，您可以准备转让城池的文书了。父皇不用担心，妍儿，你真有办法。父皇放心，儿臣胸有成竹。不妨诸位先听听我的下联。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讲出什么东西。烟锁池塘柳，我对柳然锦江堤。好，妙妙啊！此联不仅五行对仗工整，而且与上联意境相符，此乃绝对也。不知这个下联你们服还是不服？不知这个下联你们服还是不服？这臭丫头，不是书都没读过几天吗？居然这么厉害！王子，你们漠北的城池，朕就笑纳了。连个孩子都比不过。王子，你别生气，下一轮比试，他们绝对比不过我。说大话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下一轮，我要和贵国的学士比试珠算。哼，上一轮你们也是这么自信，朕不介意再多一座城池啊。废话少说，赶紧出题。诸位请听题：一位农户养了鸡和兔，已知鸡和兔共有51只头，172条腿。请问鸡和兔各有几只？众所周知，这珠算考的不仅是结果的对与错，还有答题的速度。如若你们不能在半炷香之内解答出这道题，那也算你们输。这鸡和兔子，一个4只脚，一个2只脚，这怎么算啊？不如我们现在传召农夫上殿。不行啊，他们限制了时间。皇上，刚刚您吃下去的城池可能要还回来了。狮王子又要输掉一座城池才对，这么简单的题，我顷刻之间就能答出来。刚才的对子算你运气好，珠算的答案又怎能如你胡诌？来人，拿算盘。一共16只鸡，35只兔，对否？怎么可能？你怎么算得这么快？啊，对，你一定是胡蒙的，他一定是胡蒙的，他一定是胡蒙！啊，废物！滚！废物！滚！皇上，小王初次来访，家父极为重视，他命臣从漠北带来一宝物，此盒中便是我漠北之宝。只因这宝物机关难解，坊间传闻皇上聪明至极，一定能解开此宝物。大胆！此物没有任何锁心，根本没有能打开的关窍。我看你们漠北
是压根不是诚心求和。大人此言差矣，此物也是个宝物，是我漠北祖宗所制，只因机关难解，家父这才赠与皇上，以表家父的敬畏之心，以及对陛下智慧的拜服。罢了罢了，既然是漠北的宝物，朕自当好生保管。皇上圣明，经文记载，此盒中装有极其稀有的宝物。想我漠北寒凉，从没见过什么好东西，望陛下成全。这意思不就是逼着父皇现在就要解开吗？众爱卿，何人能解啊？朕大大有赏。这怎么解？没有锁怎么能解开啊？哎，这不是为难人想看我们丢脸吗？皇上，此物根本没有解开之法。哎，想不到大夏朝也解不开呀。这不是很好打开吗？这不是很好打开吗？哎，公主莫要胡来啊！妍儿，可有办法？父皇，简单着呢。皇口笑儿，你若是能解开，我就……父皇，是颗夜明珠，不是啥大宝贝，咱宫殿里可多了。妍儿，不可胡言。此物雪白，乃是夜明珠中的极品，能得此物，朕甚是欢喜。那父皇，此物就送给儿臣吧，正好儿臣身上的衣服缺个珠子。你呀，王子，你输了。皇上，臣愿赌服输，答应的城池给你便是。但是，小王也有一个请求，请讲。我要与她和亲，成年后嫁给本王做王妃。我要与她和亲。你无耻！我皇妹才7岁，怎可和亲？公主年纪现在是小，可微臣说只是定亲啊。随后与小王一同前往漠北，也好提前适应那里的气候。你放屁！我皇妹才7岁，怎可和亲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你就是因为公主年纪小，才合适呀。越小的孩子越能适应。无耻之徒！你居然觊觎一个7岁的孩童，你简直不要脸！又不是立刻成亲，只是提前去适应那里的气候与习俗。你们都不问问小公主，愿不愿意嫁给小王吗？你个畜生！你竟敢觊觎我7岁的皇妹！不就是和亲吗？我去就是了。妍儿，不可胡言。不过我就不能这样跟你去漠北了。我有一个请求，不知道漠北王子敢不敢答应？你说便是。听闻漠北人擅长骑射，那么就请王子跟我比一场。胡闹！既然妍儿要坚持，那父皇只能同意了。父皇，儿臣年纪小，这弓箭拉不动，到底该怎么拉呀？父皇，让儿臣来帮妹妹吧。你不会射箭啊？不会呀，我自小在宫外长大，普通人家哪有时间学射箭？那你能射得准吗？我怎么知道？听天由命吧。糟糕，上套了！这丫头是故意的。射歪了。来人，再给我拿支箭来。还来？罢了，就赌一次。
别！我认输，不比了。可你刚才不是很坚决的要娶我去漠北吗？你都这样向我父皇求亲了，岂有变卦的道理？不是我非要娶你，是他，这些都是他告诉我的。老五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对你太失望了。来人，家法伺候。父皇且慢，请父皇饶恕五哥哥。他如此待你，你还替他求情？是啊，言儿，你的五哥哥，我的五弟如此的顽劣，是该好好受些处罚，才能长长记性。皇兄所言极是，可五哥哥所作所想都是受了杨妃所言才会如此。若因重重责罚五哥哥，恐怕也难以让他悔改。他犯下如此大错，若不惩罚他，难解心中愤怒。平日里五哥哥最厌恶什么？他平时最厌恶的是父皇读书。那便罚他每日晌午，烈日最足的时候，让他到御花园中温读书，直到背下10篇古文为止。这个法子好，父皇既可以让五弟吃苦，还能多加学习。难不成就这样宽恕他了？父皇，这可不算宽恕。每日做自己不爱干的事，可比刑罚更加磨练人心。父皇，您就答应了吧。罢了罢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便依你就是。别不说话嘛，五哥哥，你背几篇诗书了呀？2篇。什么？这都3、4日了，你才背下2篇？你喊吧，喊到全世界都知道我是个笨蛋，你就高兴了。五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算了，你说吧，今日你来到底为何？我今日过来是来求和的。求和？我跟你？哼！你害我母妃每日禁足，又害我每日在这烈日下背这些天书，你还好意思提这个？五哥哥，话可不能这么讲，分明是你母亲下毒陷害我，要不是杜小乐顶替了我的位置，恐怕我早死了。你说这些我都知道，可父皇要把皇位传于你，母妃说了，那储君之位生来就是属于我的，如今你横插一脚，我怎能忍？五哥哥，且说这都是谣言。再说了，就算我当不上皇上，你也未必当得上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五哥哥，不说别的，你这3、4日才背下2篇诗书，其他哥哥可是1天就能背下好几篇呢。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他们比我大上许多，来这上书房的日子都比我多上许多。好，不比这些，你武功方面……夏言，你是诚心来给我添堵的吧？五哥哥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又多想。不过你说的这些也不是没有道理。论诗书，我比不上大哥4个；论武功，我又比不上3个；甚至论大爱，我更比不上2个。其实你也不必自怨自艾，其实你也有很多长处嘛。是吗？那你说2个我听听。就是你长得还不错呀。这倒也是。这就对了嘛，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长得非常出众。当真？五哥哥，我有一件事一直想问你。你问便是。你为何非要做皇帝？母妃说了，我生来就得争得那皇位，做那万人之上的君主。那你快乐吗？我不想做皇上。那不就得了？五哥哥，
你是你呀，你不是杨妃。公主，外面有人来报，说是赵家又偷了李家的鸡，让您前去断案。赵家和李家昨天摸狗，今天偷鸡的，有完没完呀？不是说赵家和李家打起来了吗？人呢？小丫头片子，就你也配跟我斗？我用你的命去换我儿子的储君之位。立储君是国家大事，五哥不是储君的好人选。雨儿不是储君人选，难道你就是了？你一个山野丫头，凭什么跟我儿子抢？父皇自有考量。他一念之间的选择，浪费了我10几年的心血，凭什么？就凭他没有势力盘根错节的外家。你是？在下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蜀地诸葛是13代孙，诸葛博温。哦，你是严家的那个军师？杨妃记得倒是如此清楚。你还没死呢，你将全家人都害死了，自己还活着，果然是一个灾星。我克父克母，当初要不是你杨家人陷害我，将我给严将军的锦囊调换，他又何故战死沙场？我前去相助，却被你们诬陷为敌国细作，抓起来关押。都过去10几年了，证据也早就被我们销毁了。如今你再想翻案，怕是不能够了。谁说不能够？父皇，皇上为了这野丫头，来的竟如此之快。你心里果然只有颜如玉和他的孩子。诸葛先生引我此时到，便是让我听到杨妃亲口承认他们杨家的罪名吧。正是。物证我早已收集好，就放在小公主入宫时的包袱中。如今政务俱全，还请陛下为我诸葛一族平冤。诸葛先生请起。如今你身受蒙冤，朕自会为你翻案。夏景言，我让你带的东西带了吗？你要朕的玉玺做什么？元弘30年，敬天法祖之。如今30载有余，今年余不惑。五皇子夏禹人品贵重，身消朕功，必能克成大统，助继朕登基，继皇帝位，继尊于治。盖玉玺吧。终于，我的雨儿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继承大统了。皇上，我也不想这样，这都是你们逼我的，就让你心爱的长公主跟我一起下地狱吧。母妃住手！雨儿，母妃，我不想做皇帝，我只想和您在一起。母妃，回头吧，还来得及。孩子，你父皇不爱我们，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得到这天底下至高无上的地位吧。母妃，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活，求您了，我们一起去过好日子，好不好？母妃，太晚了。不晚。母妃，你怎么了？母妃，你怎么了？母妃。
这是死罪，但是母妃不后悔。你父皇他不爱我，母妃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，只是苦了你，你一定要做皇帝。母妃，我不想做皇帝。我的孩子，你怎么能不想做皇帝呢？皇帝，万人之上，无限之尊。母妃，我只想和您在一起啊，母妃，你不要留下儿臣一人。原来都是母妃不好，母妃只顾着你，却从来没有顾过你的意愿。皇上，我愿有我一命去换吾儿，平安无事。母妃，母妃，母妃！朕答应你。各位大爷，求求你们行行好吧！给点吃的吧，哎呀，孩子已经3天没吃饭了。我饿。怪可怜的，给点吧。谢谢。今晚。哎呦！你疯了吧？端这个今晚找我们要钱？大爷，可怜我。我可怜你们，谁来可怜我啊？你们3个，一个人拿个今晚，还出来讨钱，要不要点脸呐？啊！出来！哎呦，没法活了呀！夏言啊，你也太狠了呀！给我个今晚，我根本要不到饭。不要今晚，不要今晚！你干什么？公主说了，这今晚不得转赠，不得抵押，不得丢弃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呀！要什么今晚？父皇，大哥，我是不是个坏孩子？我是不是太狠了呢？你给了他们机会，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妹妹，他们夺了你的身份，这些都是他们的因果报应。燕儿，做人不可心狠手辣，但也不能优柔寡断。以后你自然会明白的。儿臣明白了。元弘31年，元弘帝退位，皇太女夏言继位，改元为则天元年。恭迎新帝登基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